我不要聘金，不要彩礼，什么都不要。我愿不愿意娶我？下面有请我们英俊帅气的新郎魏云帆先生闪亮出场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这穷丫头该不会是被魏少抛弃了吧？这门婚事本就门不当户不对，她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，还妄想跟魏少结婚。你们不要再说了，云帆只是有点事情绊住脚，来晚了而已。我们魏家可是世家大族，就凭你，也想高攀我家云帆？之前我们不是商议好了今天结婚吗？为什么今天的婚礼就是让你好好看看我们和你什么叫云泥之别。像你这种只想攀附豪门的女人，我见得多了，别想利用我儿子。我懒得跟你废话，云帆呢今天不会来，100万拿着，别再纠缠我儿子。云帆，你什么时候到？小小，对不起，我答应了我妈要继承魏家，只能暂时放弃你。你拿着这笔钱好好生活，以后我一定娶你。行了，听见了吧？在我儿子眼里，你就是个被他玩够了的破烂货。你们欺人太甚！今天这婚我不结了。我不要聘金，不要彩礼，什么都不要。你愿不愿意娶我？林晓，你什么意思？故意找个下三滥的保安来羞辱我们家是吧？我没有要羞辱你们的意思，我只是想告诉你们，我林晓不是你们想的那种爱慕虚荣的女人。我宁愿嫁一个一无所有的无名小卒，也不愿意攀附你们这种权贵。你真有骨气啊！就这么个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，你也要嫁？这林晓是疯了吗？不就是被魏少抛弃了，居然要嫁给一个臭保安？不会是难过傻了吧？这不就是在踩魏家的脸吗？诸位，众所周知，我魏家是家大业大，有权有势，就连云海霸主的帝豪集团都是和我家有业务往来。你们相信像她这样的拜金女会舍下我们魏家去嫁个穷光蛋吗？这种女人我一眼就看，她是在演戏给大家看呢。你愿不愿意娶？也好，大家当然了。许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去领证。等等，你说你们魏家和帝豪集团有业务，敢问是哪个？西亚卫视，轮得着你问吗？你想干什么？没什么，要结婚了，总得送老娘一大礼。没想到我竟一时冲动和个陌生人结婚了，也不知道是好是坏。那个，你吃饭了吗？要不我带你去大排档吃饭吧？啊，我没吃过那个。也是，保安公司本来就不多，居然连像样的大排档都没吃过，平时肯定都是随便对付对付吧。唉，一个人孤身在外打拼本来就不容易，还因为我丢了饭碗。李晓啊李晓，你还真是嘴硬。没关系，我请你吃。你等着，我现在就开车来接你。陪我去。把照片发给我妈，告诉她我结婚了，让她消停消停。什么？少爷你结婚了？今天婚礼现场都闹翻天了，我每次就不来这闹翻天。你就跟我妈说，让她别管我。好的。哦，对了，那个西亚卫视将他们的合作全部取消。好的。快上车吧。你说的开车就是开这个车？别看它小巧玲珑，但性能强大，我保证绝对没有问题。快上来吧。
真的没问题吗？绝对没问题，相信我。哎，怎么回事？这怎么不动了？啊，是不是？你小心一点啊！妈，小小说要跟别人结婚是真的吗？瞧你这没出息的样子，怎么一点儿都沉不住气？他做这些就是演给你看，好让你回心转意再娶她呢。你连这都看不明白？我已经结婚了，魏云帆，我们好聚好散吧。妈，他们竟然真的结婚了！怎么可能？喂，你说什么？帝豪集团取消了所有合约？为什么？你就在这种地方吃饭啊？云海的餐厅实在太贵了，不过你相信我，这里的味道你绝对会喜欢的。快来坐。老板，老三让2碗米饭。你先在这里坐一会儿，等我一下。替我拟定一份结婚协议，为期半年吧，补偿费用300万。看他的样子好像很穷。算了，1000万吧，你拟好后发给我。我们这婚结得太草率了，还是签一份协议吧。对不起，今天为了挽回颜面，利用了你。魏家家大势大，和帝豪集团还有些关系，你在保安的工作应该也做不下去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既然结了婚，我就会对你负责的。对我负责？所以签这份协议是为了补偿我？没错，在云海打拼的这段时间呢，你可以吃我的住我的，我来负责养你，直到你在云海站稳脚跟为止，我们再行动。你笑什么？没有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有女人要养我。你不愿意啊？我为什么不愿意啊？我当然愿意了，在哪儿签字？在这儿。放心吧，我会竭尽全力的帮助你，让你在云海早日站稳脚跟。那以后可就多多仰仗夫人了。饿了吧？我这就去催老板上菜。少爷，协议都拟好了，发到你邮箱了。不用了，你少爷我啊，准备当软饭男了。快尝尝，味道怎么样？还不错，是吧？快吃快吃。吃完这一顿，下一顿我就该吃泡面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饿着你的。该不会是没钱了吧？陪云帆来云海认亲的这段时间，把积蓄都花光了，暂时有点不凑手。你前男友好歹也是个2流世家，嫁进去了荣华富贵还是想之不尽的，你为什么不答应他们的条件呢？老话说得好，宁为穷家女，不为富家媳。那些富家子弟没一个好东西。你说这话有点绝对了。你不会是怕我养不起你吧？放心，既然签了协议，我便会履行职责。我已经找到了工作，明天就去上班。在你没有找到工作之前，我会竭尽所能给你提供最好的物质条件。最好的物质条件，夫人还真是让我感动了。你也真是的，吃不下还硬往嘴里塞。这下好了，吃撑了吧？不能浪费钱嘛，散散步就好啦。哇，不愧是帝豪旗下的商场，这装修就是豪华。进去看看。家里不是比较拮据吗？怎么还光这种店？哎呀，进去看看又不要钱，而且等我发工资有钱了，有机会肯定会给你买的。走嘛走嘛。是不是李晓？
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真是冤家路窄。这人是谁呀？一个攀龙附凤、狗眼看人低的绿茶。你骂谁是绿茶？谁攀龙附凤？哎，宝贝，别跟他计较，有失身份。你在这清高什么？你想，听说你那个落魄的富二代男朋友一回家就把你给甩了，可见你就是个上不得台面的贱货啊！哪来的苍蝇？不但嗡嗡乱叫，还满嘴喷粪。哟，这就是你现在那个保安男朋友啊？李晓，你太饥不择食了吧？魏云帆不要你，你转头就找这么个下九流的货色，一个月工资有没有3000块啊？你俩穷逼凑一块儿来这种店，不会是想干什么小偷小摸的事情吧？我说张玲玲，你哪来这么强的优越感？咱俩一个福利院出来的，你比我强得了多少？别拿我跟你比，看见没有？迪奥的裙子，香奈儿的包，这珍珠项链、宝石戒指，都是我男朋友给我买的。就这种货色也好意思拿出来笑？他哪一点能跟我比？给我提鞋都不配。小子，人穷不要紧，人穷还死要面子，口气比脚气还大，不嫌丢人啊？我丢人？哎，小子，你见过我吗？我为什么要见过你？连我都没见过，还好意思称帝豪集团的高管？这一堆廉价的仿制品，也只有这种眼瞎的骗子。你闭嘴！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找个鉴定机构看看你身上哪一件不是劣质仿品，穿这种东西出来不嫌丢人吗？以后有机会我再好好带你转转，省得看着这两个东西败坏了信誉。宝贝，别听他瞎说。放开！宝贝，你眼睛可真毒！张玲玲身上穿的那些真的是仿品？一眼就看出来了。没想到你还挺见多识广。这个张玲玲从小就爱慕虚荣，刚才那吃瘪的表情真是看的人太爽了。哎呀，我钥匙忘在店里了，你在这等我一下。玲玲，你听我解释，玲玲。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你别听那个小子。骗我，害我今天出了这么大的丑。哟，座驾就是这么个小破车，我男朋友再不济，起码还买得起豪车。你呢？穷逼就是穷逼，有什么好狂妄的？你们管这个叫豪车？什么品？哼，穷骚货，认识几个名牌货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开这种小破车就好意思瞧不起我？你要是能开上这种豪车，那才算有本事。如你们所愿。小金人，哎，快看！连我都不知道是谁，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帝豪集团的高管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他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啊？是总。你们在这儿干什么？你手上拿的什么？啊，我刚才买的水。不对啊，我刚刚明明看到还有其他的东西。没有，你看错了，他们两个刚才欺负我来着。你们别欺人太甚。哎，没事没事，我们别跟他们废话了，你快去开车吧。要么别再出现在林晓面前，要么给我滚出云海市。这是个什么情况？这是个什么情况？完了，这下惹下大祸了。你怎么带我来这儿啊？钱都花在我身上了，你也该买几件像样的衣服。
这可是大牌，很贵啊！哎呀，先看看再说吧。我的妈，抢钱啊！把这家商场包了，所有衣服按0.001折出售。我说不来，你偏要来。你看这些衣服贵的有多离谱，哪是我们这种平民百姓买得起的？待会儿选了又不买，会被人家骂的。没关系，今天我买给你。你可拉倒吧，就你那点钱，还是我给你的，打肿脸充什么胖子啊？这位先生、女士，今日本店活动，所有商品均按照0.001折出售。什么0.001折？那岂不是1万块钱的衣服只要10块钱？把这一排的衣服都给我取下来试试。好的。摩天轮上睡着，看到了云朵上的真要在我耳边绕，路过这股彩虹桥，往前快红我睡觉，花有枝条一阵道，醒来看到水晶鞋落满了蝴蝶。今天真是太爽了，一口气这么多的名牌包包，真是托你的福，买出了一种阔太太的好气。关键是才花了1000多。你老实交代，是不是你早就知道今天这家商场打骨折价？就当是送你的礼物。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。什么特殊日子？带你去个地方。生日快乐！你怎么知道我今天生日？结婚证上不是写着我们的出生日期吗？这是怎么了？长这么大，从来没有人给我过过生日，这还是第一次有人给我过生日，我怎么就那么高兴？傻瓜，沈小沈，你怎么那么好呀？是吗？我有多好？虽然你这个人又穷又没本事，大学同学都当高管了，你还没找到工作。这是夸吗？这是人身攻击。但是你温柔、体贴、细心、顾家，还是老婆，是个绝世好男人。那我要是真这么好，要不咱俩协议取消吧？什么协议啊？结婚协议啊，我们婚就不离了，这么过一辈子也挺好。可我们没有感情基础。没有感情基础可以培养，先婚后爱的也不少，要不咱俩试试？试试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张东奶。少爷，今天来天意视察工作不用这么着急。本少爷我现在是靠老婆养的人，得抓紧时间赶在老婆下班之前回去。啊？少夫人都嫁到帝豪了，还需要工作啊？她不上班怎么挣钱养我？啊？新来的，把这个也带上，记得把垃圾也扔一下。哎，赶紧收拾，公司办任务马上就要到了。 시원한 바람처럼 너 불어와 상큼한 봄비처럼 너 내려와 조금씩 변해가는 나 네가 있기에 이 세상은 나에게 沈总，总经理还在赶回来的路上，请到办公室稍作等待。刚才那个是帝豪的少主吗？好帅呀！你说，要是能嫁给少主，是不是就能走进人生巅峰啊？帝豪的少主到了吗？赶紧切壶茶送到办公室，要最顶级的西湖龙井，不可以有一丁点怠慢。少爷，我就说不用这么急吧，你来太早了。天意总经理听说你提前到了，吓得不行，正拼命往回赶呢。真是我的电话号码，我现在是你衣食父母，秒杀30个男人。喂，你在干嘛呢？哎，不上班呢。今天公司突然来个大领导，大家忙得鸡飞狗跳，我正沏茶呢。少爷，是少夫人吧？你那边怎么有别人的声音？你没在家吗？出去，待会再见。啊，
我出来了。你出去干嘛呀？我出来找工作。那你早点回家嘛。不说了，现在把茶给领导送过去。晚上聊，挂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在这是什么？你找工作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我大学同学在这工作，我来找他看看有没有什么门路，也不知道他的办公室在哪儿。你怎么能误闯总经理办公室？看见没？那小逼就是帝豪集团的少主，得亏没碰着。碰到了又怎么样？那些上层贵族个个交金大户，稍微冲撞一下，那就得诛你九族，你差点闯大祸，你知道吗？也不至于，没有那么夸张。据我所知，帝豪少主不但仪表堂堂，待人也是很和善的。那都是表面现象，我阅人无数，你相信我，越是富家子弟，越是斯文败类。你别看他们穿的人模狗样的，大部分都是衣冠禽兽，尤其是帝豪少主这种级别的，云海首席阔少，那得是斯文败类中的极品，衣冠禽兽中的翘楚。你先回去吧，你也早点回去。我下班了就回，在家等我。哎，你这西装不错啊，哪儿来的？租的。还是顶级名牌。就算是高仿，日租也得好几百吧。唉，大学同学混成了公司高管，男人那点该死的自尊，我懂。都怪我，家里都快掀不开锅了，也没钱替你买身好的衣服。赶紧去把衣服退了吧，我会努力挣钱，早点改善你这穷困潦倒的生活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去吧去吧，我在上班，我得赶紧走了。喂，少主，实在抱歉，让您久等了。少主人呢？已经走了。没事儿，少主只是有事先离开了。他让我交代你啊，有什么指示尽管说。他让我交代你，你们公司新来了一个叫林晓的，这个人多照顾照顾，他在公司里别受什么委屈，然后没事多给点什么经济上的支持。但是但凡有什么闪失，你的位置就别坐了。林晓，你又去哪儿了？不在自己的工位上待着，刚进来就玩忽职守，工资是不是不想要了？我没耽误工作，只是有事出去了一下。你还敢跟我犟嘴？这个月的工资全扣！你这也太不讲道理了吧！公司的制度就是这样，你要是不愿意干呢，就立马给我滚蛋！好久没见主管这么点名，这是故意针对吧？没看见那女孩这么漂亮，八成那是嫉妒。怎么回事？哦，霍总，新来的不太懂事，稍不注意呢就擅离职守，我教训一下他。新来的？你叫什么名字？霍总，我叫林晓，我真的只离开了一会儿，没耽误工作。林晓，你别再狡辩了，要人人都像你这样，公司不都倒闭了？你们公司不是新来了一个叫林晓的吗？别让他受什么委屈，但凡有什么闪失，你的位置就别坐了。你要是不想做呢，就赶紧给我滚蛋！我看应该滚蛋的人是你。身为主管，怎么能如此飞扬跋扈呢？啊，对待新员工的任务关怀呢？霍总，回去给我好好检讨一番，再不然去人事部自动请辞。不要介意啊，一会儿去我办公室一趟。啊，你就是林晓吧？是我。啊，刚才的事情实在抱歉。这个你拿着，算是给你的补偿。不用补偿，不用补偿。工作期间擅自离开岗位是我的不对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我一定会认真工作的。工作认真不认真不重要，只要你觉着舒坦就好。拿着吧，算是给新员工的福利。那谢谢霍总。
不用谢，只要少主满意就好。去。新员工的工资补助竟然有这么多，不愧是帝豪旗下的子公司，这福利待遇就是好。这里，家里不是很拮据吗？怎么还来这种地方吃饭啊？哈，新员工的福利，我说了我能挣钱吧？今儿不吃面了，我带你吃3碗饭。我点的都是这里的招牌菜，多吃点。慢点吃，你看，都粘到嘴上了。别这么直勾勾的看着我。林晓，你们在干什么？魏云帆，你怎么来了？林晓，我没想到你是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。我们5年的感情，你说抛弃就抛弃，这么快就跟这个小白脸好上了？你在胡说什么？明明是你回到你那个有钱的家之后就变了，现在居然还倒打一耙。魏家有什么不好？有钱有什么不好？非得一贫如洗陪你过苦日子才有真感情？我妈说的没错，你呀就是贱。哎，小子，耍酒疯给我滚远一点！当着我的面羞辱我老婆，这事没把我放在眼里。你敢打我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不就是西亚卫视的狗崽子？帝豪集团取消了和你们的合作，你们的江山垮塌一半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到底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不想你们西亚卫视3天之内在云彩重名，就赶紧给我滚！林晓，我还真是小看你，难怪你要抛弃我，原来是攀上了更厉害的高枝。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管他什么意思？一个酒鬼的话当什么真？怎么放不下他？没有啦。好了，不逗你了。也不是放不下，就是感觉不值得。我陪了他整整5年。我这辈子再也不想和那些豪门世家打交道了，真是倒了8辈子霉，才让我捡到这么个富家子弟。凡事也不能太绝对，万一你又捡到了个富家子弟怎么办？哪有这么倒霉？人是不可能连续2次踩狗屎，中彩票都没这个几率吧？那可不好说。就比如说，我只是比如啊，万一我也是个富家子弟，你该怎么办？你？开玩笑吧？你要是个富家子弟，还能当保安，还能连件像样的衣服都买不起？别笑死人了！我看你还是安安分分的让我养活，别做那些春秋大梦。不管怎样，我和姓魏那小子不一样。那肯定不同，你比他长得帅。哎，啤酒1瓶倒。少爷，车我开过来。少爷，咱们现在去哪？去明星家园公租房，你开那个。这车能开吗？扔走吧。扔？你知道它有多宝贝吗？现在我最宝贵的家当就是他，他就跟我亲儿子一样。喂，那这车怎么弄回去啊？来，把钥匙给我。你跟上，如果有什么剐蹭，把皮都扒了。等等我呀！怎么这么慢呢？没办法，这少爷这2车性能差太多了，我跟不上啊，少爷。马车停好，自己回去吧。少爷，你们就住这儿啊？少爷，您什么时候带少夫人回家呀？我现在还不是时候，不许告诉我妈。真是活久见，住这种鬼地方，从来没见过少爷对哪个女人这么上心。
没事吧？快起来。你的腿都磕破了，等着给上点药。你中午就吃这些啊？昨天不是刚吃了大餐吗？今天减减肥。是吗？你可别为了省钱亏待了自己。当然啦。对了，这些钱你拿着。这是公司发的补助金，昨天晚上吃饭后剩了一些。你在云海举目无亲，还要找工作，先拿着吧。那你呢？我花不了什么钱，我原本手里还剩了一些，省着花，能撑到发工资。我快迟到了，先走了哈。喂，从明天开始，天娱这边全部包餐。听说咱们这次包餐是圣神总办的意思，好像是少夫人要到咱们这儿来上班。真的假的？谁呀谁呀？那我们可不得好好准备准备，说不定还能跟少夫人当好朋友呢。太好了，有了工作餐，既提升了伙食质量，又能省一笔饭钱。大虾哎，福利待遇这么好的吗？哎，林晓，你的餐盒里怎么会有大虾？我们的都没有哎。是啊是啊，我们的都没有，怎么就你的餐盒里有大虾呀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凭什么？大家看林晓的餐都比我们的好，总不会是老板特意关照的吧？他该不会就是沈修成的大学同学吧？是，要不然那天沈修成也不会去总经理办公室找人嘛。难怪这般关照我。少主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去做了。小跟顾总眉来眼去，这关系啊肯定不一般。自从林晓来了之后，霍总是处处关照，连大虾也只有他一个人有。你说，他们不会是那种关系吧？长得这么清纯，居然敢勾引霍总，把办公室搞得乌烟瘴气的，看我不好好教训他！你干什么？喂，林晓，霍总可是有老婆的人，这个狐狸精真不要脸，当小三这是破坏别人家庭，什么意思？我没有，你没有？那凭什么只有你一个人有大虾，我们都没有？这是我老公，谁不知道你老公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穷小子，一个狐狸精，还敢在这胡言乱语。林晓，我是不会让你好过的。怎么了？就是被公司那群八婆给气的，他们竟然说我跟霍总离婚，还骂我是狐狸精。怎么？他们敢这么说你？我现在就去教训他们。算了，你一个保安能干什么？忍忍算了。他们那些人就是爱捧高踩低。当当，看我今天给你带什么好吃的回来了？我们今天公司的工作餐里有大虾，我还是偷偷拿回来的。这给你吃的，带回来干什么？还不是公司那些人说你是无业游民，你别。不过我一想啊，大虾你肯定没吃过，所以我悄悄带回来跟你一起分享啊。你怎么？怎么？这不是给我吃的吗？哎呀，你自己吃算了。这回还真的是栽了。谁是林晓？我就是。找我有事吗？这个贱人！你谁啊？你凭什么打我？我是谁？我是你们总裁夫人。就是你这个骚狐狸勾引我老公的，对吧？天哪！总裁夫人亲自捉奸，这也太刺激了！看来林晓真的够有手的。这下可又好戏看了。总裁夫人，你胡说什么？我哪有勾引你老公？整个公司都传遍了，你当我耳聋啊？你说我勾引老公，你有什么证据吗？要什么证据？你这一身最起码2-3万吧，虽说不是要不得的牌子，但也不是你这个低贱的打工仔能买得起的。我已经买给你了。跟霍总有什么关系？这是我老公送我的。你想，你老公可是一个无业游民，还要靠你养活。你说话能不能打打草稿？而且我们公司可不养你这种卑劣无耻的员工。你们血口喷人，总之我身正名盘也不行，随便你们怎么说。下次
走，没那么容易。看我不撕烂你这个贱狐狸！住手！干什么呀你？啊！往公司发什么疯？你还敢护着这个狐狸精？你说他是狐狸精，我告诉你们，他可不是你们可以污蔑的人。还有你们，赶紧滚回去工作！污蔑？你敢说他不是你的小情人？你敢说你们两个没有私情？我跟他有私情？整个公司都传遍了，你当我傻吗？顾总，我可听说你俩关系不一般啊，你可经常陪他开小灶。这么看，确实是有点姿色。怎么现在喜欢这一款？你来说说，怎么回事？总裁的事情我不好非议，他和林晓有没有私情我不知道。不过林晓在公司的待遇确实非同一般。上次霍总还问会计要2块钱，说是给林晓的新员工补助。咱们公司可从来没有什么新员工补助的。哦，解释吧。少主的吩咐也不让说呀。解释什么？我跟你们有什么好解释的？那你没什么可解释的，那你解释。不要为难他，我来解释。修成，这一切都是我的安排，霍卫东也是听我吩咐才会发生这些。为什么帮他？因为林晓是我太太，怎么有意见吗？她是你太太？我母新属的儿媳一直只有我，她凭什么是你太太？我妈属于你，我可对你有兴趣。我想娶谁是我的事情。一定是你，一定是你勾引的修成，我打死你！是吗？你先到公司楼下等我。放心吧，是你老公，我要相信我，我处理好一切。去。都胆肥了是吗？我的女人都敢欺负！公知下去，取消叶氏和帝豪集团的所有。修成，你不能这样，你不能取消叶氏的合作呀！你打我太太的时候就应该想。我是因为太爱你了，我接受不了你娶了别人。你不能这样子对我，我堂堂也是千金大小姐，你不能一个低贱的打工仔吗？低贱！你再敢羞辱我太太，我不介意立刻封杀你吃。不要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还不快滚！我太太不知内情，冒犯了少夫人，请您看在我的面子上，饶她一次吧。算了，想必没人挑唆，霍夫人也不会前来闹事吧。我只想知道是谁在背后弄搅事。他给我打的电话。我不知道林晓是少夫人，少主，您大人有大量，饶我一次吧。放你一马！像你这样的员工留在公司也是害群之马。少主，我还要养家，我不能没有工作，求求你别赶我走。李晓，云帆，你怎么样？赶紧把人送去医院。害了人还想跑？还好，医生说只是有点轻微骨折，没什么大碍。我不要紧，只要你没事就好。今天的事谢谢你了，我给你妈打个电话，让她过来照顾你，我就先走了。别走，小小，我不能没有你。你离开的这段时间，我每天都活在痛苦中。云帆，你别这样，我都已经结婚了。你和他结婚，只是为了报复我吧？你想多了，我们分手只是因为彼此的想法不一样，感情都已经走到了尽头，我没有必要再报复你。不行，我不信5年的感情你说放弃就放弃。李晓，你回到我身边吧。魏先生，恐怕这么纠缠我妻子不妥。她本来就是我的，现在和他结婚的人是我，
希望你弄清楚，看在你今天救我妻子的份上，我不跟你计较。小小，你先出去吧，我想和他单独谈谈。你们可别打起来啊！不会的，他救了你，我不会为难他。更何况他还受着伤，我怎么会打一个伤员呢？这是1个亿，用来支付你的医药费，以及答谢你对我妻子的救命之恩。不愧是帝豪集团的少主，出手还真是大方。你知道我的身份了？敢撬我墙角的男人，我总不能连他的底细都不知道吧？只要你答应不再与我妻子纠缠，我可以恢复西亚卫视和帝豪集团的合作。我要是不答应，你是不是还会继续打压我们卫视？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你以为我退让，你们就能在一起了？他连我妈那关都过不了，能过得了沈老夫人那关？这就不用你操心了。我和你不同，老婆娶了就得护好。我一定不会让我妈伤害她，更不会再让她受一点伤害。大话谁不会说？你为什么还住在林晓的出租房里？是不是不敢带她回去见家长？你管的还挺宽呢。我爱了5年的女人，你凭什么说想就想？你堂堂帝豪集团的少主，什么女人得不到？你要真想对她负责，又怎么会欺骗她？话说得这么漂亮，其实你只是图个新鲜的在玩弄她吧？魏云帆，你别血口喷人，我从来没有玩弄过她。你敢说没有玩弄她？她到现在都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了，还傻乎乎的留你住宿。林晓最讨厌别人把她当傻子一样哄骗。你觉得她要是知道真相，会怎么样？沈修身，我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我一定要将林晓夺回来。哎，你小小，你刚刚都跟魏云帆谈了些什么？都是些男人之间的话。怎么，你担心他？他毕竟是为我受的伤，我怎么能不担心呢？你现在是我老婆，怎么能惦记前男友？谁惦记他了？我就是看他受了伤。好了，他是救你受的伤，我会想办法补偿他的。你穷的叮当响，拿什么补偿人家？哎呀，你放开我，还有人看着呢。对了，你怎么跟他在一起啊？他不是帝豪集团的少主吗？你怎么跟他同进同出？你们是什么关系？还有，刚刚在公司你怎么那么大的威风？那群人好像都很怕你的样子。还有那个揪我头发的女人是谁？她好像认识你。好吧，我向你坦白，其实我是……妈，小小，我有事得先走了。哎，你怎么就走了？你先回去好好休息，等我回来会向你解释清楚的。少爷好。妈，混账东西！听说你找了个孤儿院的臭丫头，还是个勾三搭四的狐狸精。狐狸精？是你在滥交舌根，我不是把你送去警局了吗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还有脸说？要不是我把她保出来，她现在还在警局受苦呢。堂堂叶氏千金，竟被你如此糟践。妈，您是不知道我那是因为太气愤了，一时没忍住才推了他一把。我哪知道刚好有车经过呀。没关系，不也没什么事嘛。没什么事儿，要不是魏家那小子，林晓早就没命了。现在姓魏的还躺在医院里，要是他起诉，他逃不了干系。西亚卫视的人好解决。再说了，你要是不做出那些混账事来，静儿会气成这样吗？做什么混账事？妈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为什么这么偏爱他？为什么非要让我娶她不可？因为沈叶两家门当户对，我跟她妈妈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闺蜜，静儿是我看着长大的，哪里不好？你非要去找那个贱丫头，你还为了那个贱丫头取消叶氏的所有合约，你这是要气死我吗？林晓是我见过最好的女孩，
她现在是我的妻子，您的儿媳，您能不能不要一口一个贱丫头？什么儿媳？这本婚事我不认，你赶紧跟那个女人把婚离了。妈，这事儿您说了不算，我现在已经成年了，您不能干涉我的婚姻自由。反了反了，来人，少爷给我关起来！他什么时候想通了，什么时候再出来。妈，您不能管我。伤势如何了？是你来干什么？我当然是探望一下你的伤势了，毕竟你这一身伤，多少还是跟我有点关系。就是这女人害你被车撞的。这里不欢迎你，赶紧走吧。刚见面就赶我走啊？你不觉得你应该对我态度好一点吗？你想害小小，还让我对你态度好一点？识相的就赶紧滚吧，别逼我报警抓你。没听见我儿子的话吗？别逼我叫人把你扔出去，赶紧自己滚！魏云帆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这场车祸真的是我造成的吗？你什么意思？连自己的女人都管不住，你还真是够窝囊的。我就害怕你们魏家对这件事情咬死不放，所以找人调查过了。你跟肇事司机原本就是旧相识，连车都是你给他买的，这世界上真的有这么巧的事情吗？你跟踪林晓很久了吧？她原本是你的未婚妻，却被修成横刀夺爱，你不甘心才谋划了这么一场苦肉计。为了夺取她的芳心，我只是无意中帮了你这么一个大忙而已。你想怎样？我不想怎么样，我过来就是提醒你一句，把你的女人看好了，不要让她去勾引别人的男人。刚才那女人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他现在心不在焉，一定不会流于死者。待会他一走上马路，你就开车撞过去。会不会出事啊？万一他报警的话……放心吧，关键时候我会冲出来保护他。你只要刹着点，别撞太狠，到时候受伤的是我。只要我不报警，你就没事儿。非得这么做吗？只有这样才会让他觉得欠我的。我要他重新回到我身边。就为这么个女人，你不惜搞出来这么多事，甚至连自己的命都要搭上，是吗？你个傻孩子！妈，我离不开林晓，要不是你的话，事情也不会闹到今天这个地步。我有什么错？没身份，没背景，你个来路不清的货！他是图你什么？你想过没有？他就是在利用你。你瞧不上他，但是帝豪集团的少主瞧得上。你得罪了林晓，以后我们魏氏就再也别想和帝豪集团合作了。说什么？那女人说的没错，咱们真是窝囊，被人家抢媳妇不说，还要被人家压着打呀。那你现在做这些，又能有什么用？妈，我想夺回林晓，我这辈子除了林晓谁也不娶。要是还想有儿媳妇的话，你就帮帮我。开门，放我出去！开门！手机没电了，怎么办？李晓一定得着急了。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没有回来？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不会真出什么事了吧？喂，是我是魏云凡的母亲。啊，伯母啊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我儿子因为你受了伤，你不该来医院陪护吗？对不起，魏云帆确实是因为我受的伤，但是现在天色这么晚了，我好歹也是结了婚的人，孤男寡女在医院不太方便。魏家还有其他人吗？魏氏家大业大，每天有那么多业务需要处理，谁有空天天耗在医院里？那能不能请个护工？护工能有自己人仔细吗？林晓，你要是还有点良心，就立刻来医院照顾。云帆康复之前，就劳烦你在医院照顾了。要记得，一日3餐都要按时进补。
他现在受了伤，行动不便，像更衣入厕、擦身按摩这些事情，也要你来做。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那妈先走了啊，尽心点儿。小小，委屈你了。没关系，你是因为我受的伤，我做这些也是应该的。我好怀念以前，每次我生病的时候，你也是这么照顾我的。云帆，我们已经结束了。我现在嫁了人，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。这次照顾你，就是为了报答你的救命之恩。等你康复之后，我们就不要再联系了。好吧，早点休息吧。这是我给你点的排骨汤，趁热喝了吧。你喂我吧。真是岂有此理！这些照片啊，今天被公布到魏家的官网上。魏家主母还说了，最近自己的儿子好事将近。我就说这个林晓是狐狸精吧，一边吊着修尘，一边又勾搭着魏家少主。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她这么不要脸的女人。这个是你找的好老婆？凭我们沈家的实力，在云海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，非要找这个下贱货，把我们沈家的脸面丢到地上让人踩。这事要传出去，我们沈家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哎呀，伯母，您别生气，为这么一个女人，哎，确实不值得。这修成哥啊，也是一时被迷惑了，他都被戴绿帽子了，会醒悟过来的。妈，你怎么会有这些照片？这一定有什么误会，我去找他问清楚。站住！你别想再去找那个女人，我告诉你，除非你同意叶家的联姻，否则你这辈子都休想走出这个大门。把少爷给我看好了。还在等你的郎君呢，他不会回来了。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回来？人家可是云海首屈一指的豪门子弟，你以为他真能看得上你？什么首屈一指的豪门子弟？你这还一直被蒙在鼓里。他可是帝豪集团的少主，未来帝豪的掌权人。这云海域的女人啊，排成长队让他挑选，连我们魏家都进不去，这更别说帝豪沈家了。你在胡说什么？什么帝豪集团的少主？要不是帝豪集团的少主，谁还有魄力开出这张支票？早就听说帝豪少主不但玩得很，出手还不是一般的大方。你说人家什么当红明星、名媛网红没玩过呀？之所以勾搭你，大概是因为山珍海味吃腻了，偶尔换换口味，吃点野菜。这野菜呀，也就吃1次2次，多了就没意思了。我不信，魏云帆，你少在这里挑拨离间。除非是修尘亲口说的，否则别人说的话，我一个字也不信。我这就去找他。修尘，沈修尘。还是没回来，连续好几天了，他到底去哪儿了？人家可是云海首屈一指的豪门子弟，你以为他真能看得上你？刚才那个是帝豪的少主，好帅呀！你说，要是能嫁给少主，是不是就能走上人生巅峰了？不要为难他，我来解释。
他不会真是帝豪集团的少主吧？你先回去好好休息，等我回来会向你解释清楚的。别胡思乱想了，我得相信修晨，等他回来再说。修晨，你回来了。您是？我是沈修晨的母亲。伯母，请用茶。茶水就免了吧，我不爱在外面乱喝东西。就是，伯母啊，您平时只喝几万1两的极品龙井，不是随便什么茶叶都配润您的喉咙的。伯母，这里怎么一股子穷酸味儿啊？伯母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你和我儿子的这门婚事没经过我们家里面的同意，不算数。你把户口本和结婚证拿过来，我希望你现在就能跟我去一趟民政局，把离婚手续给办了。伯母，这是修晨的意思吗？有什么区别吗？如果是修晨的意思，我可以立刻跟你们去民政局；如果不是，你没权干涉我。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这么跟我说话！像你这种狐狸精，要的不就是钱吗？我这卡里有5000万。你拿着这些钱离开我儿子，滚出云海！像你这种只想攀附豪门的女人，我见得多了。别想利用我儿子，我懒得跟你废话。云凡他今天不会来了，100万拿着他，别再纠缠我儿子。伯母，您也认为我是为了钱才和您儿子在一起的吗？难道不是吗？凭我们帝豪沈家的地位，在云海有多少女人削尖的脑袋想嫁进来，但手段玩得像你这么下作的，还是第一个。伯母，我不知道您为什么对我有这么大的偏见，但我林晓问心无愧。这卡里的钱，我1分都不会要。如果离婚是沈修晨的意思，让他亲口来跟我讲，我会离婚，然后离开云海。但是在我听到他亲口跟我说这句话之前，我是不会跟你们去民政局的。既然你这么不知好歹，我也有法子对付你。不妨告诉你，除了静儿，我们沈家不可能有别的儿媳妇。我们走着瞧。哼！没想到那贱货那么难缠，真是气死我了。伯母，这哪有骚狐狸不爱钱的呀？他不收伯母您的卡，想必那是胃口太大了。那5000万还满足不了他。一个孤儿院出来的贱丫头，1000万还满足不了他，惹怒了我让他1分钱也拿不到。伯母，您先别生气。这女人啊，一旦抓住了男人的心，想要什么得不到。她现在这么猖狂，无非就是得到了修晨的宠爱。当务之急还是得先让修晨离开他才是。那臭小子脾气犟得跟头牛一样，要让他放手怕是没那么容易。伯母，不如这样。还是你有招，就这么办。你那个好老婆，在你离开后，天天去医院照顾她的前男友，现在2人已经旧情复燃，准备结婚了。这不可能。请柬都送到我手里了，有什么不可能的？婚礼下个月7号就要举办了。和他没离婚，他不可能和别人结婚。哼，谁说你们没离婚？我拿着你的户口本已经帮你办妥了。你怎么能这么做？他同意了。我不答应你们的婚事，魏家又许了他不少好处，他有什么不同意的？本就是个勾三搭四的贱货。我不信。妈，你放我出去，我要找他问清楚。在他们婚礼没有举办之前，我是不会让你出去的，省得你跑去打搅人家的婚事。沈家还丢不起那人，想出去，等他们生米煮成熟饭了再说。少爷，你在里吗？快开门，把我救出去！我没钥匙，没办法救你出来。我自己也是好不容易才溜进来的。我就是想知道你现在里面情况怎么样了。我没事，不用担心我。小真的要跟魏帆结婚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
不过最近魏家主母确实在官网上发过邵夫人和魏云帆的照片，说他们好事将至。最近外面也是传得沸沸扬扬，一直在传二人即将大婚。我妈收到了请柬，下个月7号他们就要举办婚礼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你赶紧想个办法把我救出去，我等不到7号了，我要去找他问清楚。我能有什么办法？对了，下周是老夫人寿宴，如果您能去参加寿宴，不就有机会逃走了？我妈这次铁了心，估计连寿宴都不会让我参加。您就先向她服个软吧，她老人家的寿宴是一定希望你去参加的呀。到时候不管她提什么要求，你都先答应她，等她到了寿宴现场再想办法嘛。也只能这样了。少爷，我不能待太久，我先撤了。找我来干什么？说吧。妈，我想了也想通了，既然已经跟林晓离了婚，我就不会再跟她纠缠，您就放我出去吧。这就想通了？我不信。妈，你总不能真把我关到下个月吧？公司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。再说下周您寿辰，身为儿子，我总不能不参加吧？像你这种不孝子，不参加也罢。妈，好了好了，别说了。要想出去也不是不行，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，等我寿辰那天，我便放你出去。这是下周沈夫人举办60大寿，准备在帝豪酒楼准备宴寿，这个邀请吗？天意是帝豪的子公司，我好歹也是天意的总经理，不需要邀请函。谁说给你的呀？我让你给林晓。林晓是帝豪的少夫人，参加自己婆婆的寿诞，还需要邀请函？什么少夫人啊？伯母不承认，他林晓这辈子都别想进沈家大门。那干嘛还给他邀请函？别问这么多，这是沈夫人的意思。唉，看来是一场鸿门宴呐。去把林晓叫进来。霍总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哎呦，少夫人，您不用那么客气。霍总，我不是什么少夫人，在公司您是上司，我是下属，咱们公事公办就好。那好吧。那您找我有什么事吗？下礼拜是帝豪集团的当家主母沈夫人的寿辰，准备在帝豪酒楼举办寿宴，这是邀请函。给我的？我也是受人之托。也好，沈夫人大寿，修成一定会去参加的。如果我去了，应该能见到她吧？沈夫人的意思不敢不从啊，对不住了。金玉满堂，到底是哪个房间？哟，这不林晓吗？怎么被修成玩弄了一场，他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给你买啊？哎呦，要不是少主亲口承认过，还真看不出来，这帝豪的少夫人怎么会穿得这么寒酸？我不是什么帝豪的少夫人，我来只是想找修成问点事情。你当然不是帝豪的少夫人，沈家从来都没有承认过你，不然你怎么会一个人灰溜溜的来赴宴啊？哦，原来他和少主就只是露水夫妻呀！哎呀，你说这么直白干什么呀？多伤他的面子。毕竟呀，是被修成抛弃了，找不到他人，找到这儿来了。哎呀，死缠烂打也值得同情啊！你可真是太善良了。你们不用在这挑拨离间，没见到修成之前，你们说的话我是不会相信的。见到修成，如果如你们所说，就算八抬大轿抬我也不会进沈家的大门。你装什么清高？别那儿当了婊子还想立牌坊！我告诉你，我今天会让你输得很惨，咱们走着瞧。帝豪集团的少奶奶可不是那么好当的，且不说沈家主母，就是叶氏千金那一关，她都不好过。先让她撞个头破血流，只有这样，才好逼她回头。
感谢大家前来参加我的生日宴。今天我有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向大家宣布。今天我们沈氏双喜临门，除了我的寿诞，还有一件喜事。我们帝豪集团准备和叶氏联姻，往后叶静就是我们沈家的儿媳妇。希望大家祝福这对新人喜结连理。沈修成，小小，沈修成，你混蛋！想不到这出戏唱的比预料的还要精彩。林晓，别走！别碰我！沈修成，玩弄我有意思吗？不是这样的。你是帝豪集团的少主，为什么要装作穷困潦倒的样子让我收留？这还不算完吗？你刚刚都已经宣布要娶叶家千金了，那我算什么？你的一个玩物吗？跟他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你们的婚姻原本就很草率，根本做不得数。林小姐，我可都听魏家的人说了，是你自己不要聘金不要彩礼，死皮赖脸的让修成哥娶你，怎么现在倒打一耙，怪修成哥玩弄你了？你不要忘了，就算你不要脸倒贴，我们沈家也没亏待你，那5000万赔偿是你自己不要的。没错，是我自己不要的。你们沈家我高攀不上，我走就是。你走了，我怎么办？林晓，我们需要好好谈谈。你干什么？你放手！有什么好谈的？是我犯贱，是我活该。这事儿怨不得你，也怨不得沈家。现在我们已经结束了，我不会再纠缠你，你也别来找我。他敢打你，你还护着他干什么？让他走！妈，你就别再掺和了，行吗？我提醒你，他现在已是魏家没过门的媳妇，你追人家的媳妇干什么？你不嫌丢人，我还嫌丢人。天不能明白观众的电影，只打算尝试突然亮起灯，字幕听歌在默默触屏和发行，我目送他们行色匆匆。是你们？一套海滨别墅，1辆保时捷，还有1亿存款。伯母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我们魏家的诚意，只要你能保证嫁进魏家之后安分守己，和云凡好好过日子，这些就是我给你的婚房、车子，还有彩礼。小小，我妈不会再阻止我们了，你赶紧把这些收了吧。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上次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我自知卑微，不想攀附你们这样的权贵。林晓，你别蹬鼻子上脸。要不是我儿子非要娶你，你以为我会接受你吗？我已经给足你面子了，你别给脸不要。既然伯母这么瞧不上我，也不必勉强。你们魏家的大门我本来就不想进。妈，你别说了，让我单独和笑笑聊聊。你先走吧。你这么个女人，抓紧解决！啊，笑笑，我妈那么高傲的人都已经放下身段了，你为什么还是一点情面都不给？你在跟我置气吗？玩追妻火葬场那一套？你觉得我是这么无聊的人？那是因为沈修成，我们相处了5年，他才跟了你多久？连5个月都不到，你就变心了？跟他没关系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和他在一起之前，我们就已经结束了。为什么？是因为我妈逼你签那份婚前协议吗？没错，但这件事跟你妈也没有关系，关键是你的态度。我一心一意的对你，可你呢？在你妈羞辱我、刁难我的时候，你有站出来为我说过一句话吗？你不但不维护我，还要求我接受你妈的条件。那都是权宜之计，你就不能体谅吗？我刚回到魏家，不想惹得家里不愉快，你只需要忍耐一段时间，等我掌权了以后，还不是都听我的？可我不想委曲求全。魏云帆，我们3观不一致，在一起没有好结果。你说什么？我只想简单的活着，磊落的活着。豪门那些勾心斗角和繁琐的规矩都不适合我。
但你却一心一意只想回归豪门，所以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，不适合在一起，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。那你和沈修尘呢？和你一样，无论魏家还是沈家，我都消受不起。我想做自由自在的鸟，不想做笼中的金丝雀。小小，我们就不能回到过去了吗？想要回到过去，除非你离开魏家，和我一起浪迹天涯。让您久等了，不知沈夫人今日约见我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我不想多说废话，这是帝豪的合约，只要你们魏家能立刻迎娶林晓过门，这合约就是你的了。沈夫人这是怕林晓会纠缠你儿子吧？所以这么迫不及待的要为他找好下家啊？哼，老狐狸，你怕你儿子纠缠，就要把我儿子推出去，也好，我还能白得一份合同。这条件你是答应还是不答应？这么丰厚的条件，我没理由不答应啊。那我们可就先告辞。喂，是林晓吗？我儿子已经和叶氏千金定了亲，希望你能识相一点，带上证件，跟我去一趟民政局把婚离了。是我犯贱，是我活该，这事儿怨不得你，也怨不得沈家。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结束了，我不会再纠缠你，你也别来找我。少爷不好了，少夫人已经同意和夫人一起去办离婚手续了。她和魏云帆的订婚其实是假的。你说什么？订婚是假的？订婚是假的，夫人骗你的。离婚仪式其实也是假的，她其实只是为了让你同意和叶家联姻。少夫人现在知道了，伤了心，已经同意和夫人去办离婚手续。哟，林小姐，你这坐骑还挺别致啊！要是让我儿子坐这种交通工具，真是丢死人了。有什么可丢人的？你们富人穷奢极侈，我们穷人安贫乐道，各有各的活法。待会儿办完手续，大家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，没必要在这冷嘲热讽。沈修尘呢？亲自来，连一个婚也要母亲和未婚妻到场。当然是他不想见你了，怕你纠缠他。怎么，你还想见他呀？你想多了，我只是怕他不亲自来，手续办不下来而已。放心吧，凭我沈家的人脉，这点小事儿还不至于办不下来。那走吧。等等，你怎么来了？再不来就被你们害惨了。我是不会跟李晓离婚的。妈，你为什么骗我？妈都是为了你好，你是天之骄子，未来云海的霸主。那找的老婆，就算不是家世显贵，那最起码也得是家世清白、品行端正的吧？你看看他，就这么个无耻下贱的臭丫头，哪点配得上你啊？妈，我不觉得李晓配不上我，我觉得他很好，没你说的那么不堪。再说要娶妻的人是我，和他过一辈子的人是我。从小到大什么都要我，什么都要替我决定。这一次我不会再听你的。走。你们沈家的事我不想再掺和。你既然来了，你们就早点进去把手续办完。小小，就算离婚，你总得给我解释的机会吧？你不想知道这段时间都发生了什么吗？那好，你说吧。我不会去说。苏成，你今天要敢走，就没有这个妈了。妈，你要是再踏实我的婚姻，以后您就没有这个儿子。逆子，逆子！到家了，你说吧。你先看看这些吧。这是……事情是这样的，我看到你跟魏一帆的照片，我心都碎了。我害怕你真的抛弃我，下个月就要嫁给他。你瞎说什么？你也知道他是为我受的伤，所以伯母逼我去医院陪护，我怎么好不去？但我是绝对不会嫁给他的。你能这么说，我就放心了。小小，这段时间我被我妈关起来，你知道我多煎熬吗？就是想要出去看你，
所以我才假意答应他的条件，在寿宴上宣布跟叶家的联姻。先前是我误会你了，不过你到底是沈家的少主，这一点并没有改变。我们不合适。我不是有意要隐瞒你，一开始是因为不熟悉，没必要。但后来我发现你还是富家子弟，我就不敢说了。我没有要怪你，可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。我不是仇富，我无父无母，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，能养活自己就行。财富的多少对我而言没有意义，我更向往的是自由自在的生活。豪门那一套繁琐的规矩我应付不来，我不想加入豪门做金丝雀。再说了，你妈那么讨厌我，为了拆散我们都做到这一步了，我觉得我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。所以，我们分手吧。我想做自由自在的鸟，不想做笼中的金丝雀。小小，我们就不能回到过去了吗？要想回到过去，除非你离开魏家，和我一起浪迹天涯。你为什么一定要让我离开魏家？小小，离开魏家我一无所有，我做不到。喂，夫人，林萧要离开云海，拦住他，别让他离开，把他带到子夜去。一定要这么做吗？这5年里，云帆在外面吃了不少苦，是我这个当妈的对不住的。现在他回来了，我必须要好好补偿他。不就是个女人吗？还要我想办法给他就是。再说，帝豪集团的合约，我绝不能放弃。你们是谁？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是谁啊？妈，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你的腿也快好了，这里面有妈送你的礼物，来，妈扶你进去。妈，你这是……对待这种不听话的女人，一味谦让顺从是没有用的，有时候就要手段强硬一些。这可是犯法的。那又怎么？就凭我魏家在云海的势力，就她一个孤女，什么时候人间蒸发了都没人知道。我要是这么做了，他会怪我的。怕什么？还是不是男人？你没听过好女也怕缠郎吗？你先关他一阵子，等他怀了孕生了孩子，自然也就妥协了。等以后嫁进来，你再好好补偿他。到那时候，他就知道你是真心待他，也就原谅你了。是。行了，这是手铐钥匙，你自己决定吧。但我可告诉你，你今天要是把他放走，他可就再也不会回来了。你自己想清楚了。魏云帆，你想干什么？你这个畜生！魏云帆，你想干什么？你这个畜生！小小，我没有，这是……不要狡辩！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，简直卑鄙无耻！放开我！别这样，我就会欺负我。告诉你，就算打死我都不会跟你在一起的。卑鄙无耻！在你眼里我就这么不堪吗？你自己做出这样的事情，你想让别人怎么看你？从前我就觉得你虚荣、虚伪、自私自利，但我没有想到你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我一定要去告你。我妈说的还真没错，对待你这种不听话的女人，一味顺从是没有用的。你认为我会让你有机会出去告我吗？既然你认为我卑鄙无耻，我今天就把这个名声做实了。李晓，你个混蛋，畜生！
次小宋去了情绪，这一次你怎么会来的那么及时？傻丫头，我一直在跟着你啊！我看到他们把你抓走，就一直开车跟着，可惜还是来不及，让你受了委屈。我没事，只是害你受了伤。不是你的伤算什么？看到离婚协议书，这里才真的受了伤。你不打算安慰我一下吗？少贫嘴。小小，不离婚好吗？别离开云海，别离开我。秀晨，你怎么样？这次在信宇，我儿子都是因为你受伤，你还不滚出去？这事跟他没关系。为什么？没事吧？我儿子跟着你就没好事。我最后一次警告你，他已经有未婚妻了，你就别再纠缠他了，否则休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，就你这种贱货，配得上我儿子？还要不要脸？你已经怀孕6周了，如果不注意保养身体，你早就会没有我该怎么办？些日子再吃，你开了一些保胎药，只要你回去按时服用，多注意休息，胎儿一定没问题的。谢谢医生。什么？她居然怀孕了！沈家的老太婆一直想要孙子，如果知道林晓肚子里面怀的是她的种，肯定会心软。不行，我要把林晓肚子里面的孩子打掉。喂，真的要保这个孩子吗？还是该放弃他呢？喂，小小，去哪儿了？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妈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？你别在意她的份，我是不会离开你的。算了吧，我挺累的，你该听你妈的。门当户对的未婚妻更适合你。回去过你该过的日子吧。你在说什么？就这样吧，别再来找我了。林晓，喂，你要干什么？林晓，别拦着我，我愿意。你非要把他逼走，你才开心吗？小陈，放了！哎哥，喝两杯。都1个月了，这孩子为什么还不醒啊？病人脑部受到重创，能不能醒来，只能看天意了。这可怎么是好？我们沈家3代单传，他要是醒不过来，那我们沈家岂不是要绝后了呀？伯母，您放心，修成哥他吉人自有天相，肯定会醒过来的。就算他醒不过来，我也会以儿媳妇的身份替您养老送终的。真是个好孩子。夫人，经过1个月的监控排查，我们已经锁定了犯人。现在打伤少爷的人已经被抓，据说是一个女人指使的，而且他们并不直接认识这个女人，而是通过中间方联系的。一定要把那个指使的人找出来，我绝不会轻饶的。根据犯人交代，那个女人花钱行凶的目的是为了弄掉少夫人肚子里的孩子。什么？他肚子里已经有孩子了？你真的打算离开云海了吗？你走了，少主怎么办？都1个月了，沈家的人根本不准许我踏入修审的病房半步，我连他一面都没有见到。他母亲说的没错，我果然是个灾星。他2次受伤都是因为我，或许我不在了，对他而言才是好事吧。往后无论他醒还是不醒，都
都不应该再跟我有联系，那我还留在这里做什么？离婚协议我放在公司了，麻烦您帮我带给沈夫人吧，这是她一直想要的东西。姑娘，你考虑清楚了吗？真的要把孩子打掉吗？考虑清楚了，我是个居无定所的人，没有信心能够养好他。既然给不了他稳定的家庭，为什么还要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？那对他也很不公平。那好吧，准备手术。慢着，林晓，你不能打掉这个孩子。沈夫人，你怎么来了？这孩子是不是修晨的？那是我的孙子，你不能打掉他，我不准许你打掉他。沈夫人，你就别为难我了，我是个孤儿，我知道孩子如果生在不健全的家庭意味着什么。我做不好他亲不亲，我也不想他跟着我来这个世界上受苦，所以我不能生下他。如果修晨醒不下来，这个孩子就是我们沈家的唯一希望。我求求你，不要打掉他好吗？你养不了他，我们沈家可以。如果你放心不下，你们可以留在沈家。这个我不要了，我不要你和修晨离婚了。你就是我们沈家的好儿媳，我们沈家的荣华富贵会有你的。你不要打掉这个孩子好吗？沈夫人，沈家的荣华富贵从来就不是我想要的东西。那修晨呢？他可是为了你才变成这样的。他如果醒不过来，那个孩子可是他的唯一的一个孩子啊！你连个孩子都不愿意替他留下吗？求求你了，不然你别介意，你就留下这个孩子吧。这是该说你开始了，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不起来。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，快起来。我可以为修晨留下这个孩子，不过我是不会进你们沈家大门，所以这个协议您还是收回去吧。修晨，你到底什么时候醒？我已经决定把我们的孩子生下来了。虽然我答应了沈夫人，生下他之后把他留在沈家，可我还是很担心。毕竟孩子需要的不仅仅是金钱，还有父母的陪伴和疼爱。如果你一直不行，他就算留在沈家，没有父亲的庇护，成长的路上一定有很多的遗憾和痛苦。你摸摸，这就是我们的孩子。就算是为了他，你也要快点醒过来，好吗？修晨，修晨，修晨，你醒了！医生，医生，快来！病人醒了，医生！修晨醒了，医生，你赶紧看看。病人有反应了，因为昏迷太久，现在还有些混沌，不过很快就会清醒。太好了，这可真是太好了，太感谢你了，连笑，你一来就唤醒了修晨。小小，修晨，我刚才在梦里，好像听见你跟我说话了。我们有孩子了。是的，修晨，我们有孩子了，你要当父亲了。少爷醒了，这也太好了！夫人，警察那边传来消息，打伤少爷的幕后主使查到了。是什么人？是叶静小姐。怎么会是她？请问是叶静女士吗？你涉嫌一桩故意伤害案，请配合我们回去调查。沈先生，恭喜沈先生出院。听说将您打成重伤的不是别人，是您的未婚妻叶家千金。请问这是怎么回事？叶家千金是否已被拘留？听说帝豪集团打算吞并西亚卫视和叶氏集团，并且正在起诉卫视母子，有这么回事吗？帝豪集团确实有想吞并西亚卫视跟叶氏集团的打算，起诉卫视母子的事情我就不想多说了，稍后官网上会宣布。至于叶氏千金叶静，她并不是我的未婚妻，因为我已经有未婚妻。什么？您居然有妻子了？请问她是谁？这位就是我的妻子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沈先生，请问沈夫人什么来历？是哪个豪门世家？我妻子就是个普通人，没什么背景。在这里，我想向大家宣布一件事情：我打算放弃沈家的继承权，离开帝豪集团，和我妻子过平凡的生活。沈先生，请问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决定？请问您是认真的吗？请大家不要再打扰我。先生，你刚才为什么会对记者说出那样的话？我知道你一直不想嫁进沈家，既然你不想嫁进来，那我就出来了。可是你也不能为了我放弃沈家的继承权啊，那可是几千亿的资产。少话，资产对我来说只是一些冰冷的数字。我这辈子一直活在家族的重压和母亲的管束下，虽然过得富裕，但我并不快乐。和你在一起的那些日子，反倒让我觉得踏实了委屈。老婆，我们回家了。太敢拥抱，
连说话都蹩脚，时光太潦草。老婆，我回来了，你看，我给你买了最爱吃的猪蹄。怎么天天大鱼大肉的，多费钱啊！你现在靠送外卖挣点钱不容易。你这不快要生了吗？我不是想给你补补身体吗？哎，你快坐下，我去做饭。还是我来吧，你忙了一天多累啊。那可不行，我累点没关系，可不能累我的孩子。再说了，我这半年可学了不少菜，厨艺可长进不少。是吗？那我可得尝尝。那你就等好了。夫人，好消息！听预产医生说，少夫人怀的是双胞胎，预产期已经临近，2个孩子都很健康，而且都是男孩。沈家马上有2个小少爷了。沈家的孩子怎么能生在外面呢？走，是时候接你们少爷和少夫人回家了。走。菜都做好了，赶紧吃饭吧。哇，一看就好吃。老公，你现在是越来越能干了。来，吃个这个，怎么样？好吃。你现在手艺都可以出去当大厨了。你也尝一个。谁呀？少爷，少爷。妈，您这是干什么？你都在外面晃悠半年了，是时候回家了吧？我现在过得挺好，回去干什么？沈家这么大的产业，你当真丢给妈一个人打理啊？是啊，少爷，你不在的这段日子里，公司荒废了不少业务，还堆积了好多事情，是时候回来管事儿了。妈，小小都快生了，我现在得陪她。那你带着小小搬回咱们家不就行了吗？那家里一大堆人，你还怕没有人照顾好你老婆吗？那您也得看她愿不愿意。小小啊，过去是妈不对，你就别再给妈计较了。你是我们沈家的好儿媳，你就和修晨一块儿回来吧。妈向你们保证，我一定不会制定什么规矩来约束你们。只要你们肯回来，你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，妈不会干涉你们的。小小，妈求你了，我们沈家是真心欢迎你的，只要你肯进我们沈家的大门，你让妈干什么我都愿意。妈，让我跟逍遥考虑考虑。哎，好。妈都放低姿态了，你怎么打算？那你想回去吗？这事得看你，一旦回去，你就是豪门阔太太了，就看你愿不愿意做这个豪门阔太太。我倒是无所谓，我只想陪着你，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，因为只有你在的地方才是我的家。